这对夫妻为了释放压抑已久的原始冲动，一时兴起，来到路边一家偏僻的汽车旅馆寻找刺激。然而，正是这个冲动的决定，几乎让他们丢了性命。这家看似普通的旅馆，实则是一家黑店，专门诱捕路过的年轻女性，实施绑架与犯罪。昨晚入住的一位女房客刚准备拉上窗帘入睡，却在窗外目睹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。而此刻，这对情侣却浑然不觉，反而走进旅馆餐厅，打算补充体力。就在他们等待咖啡时，吧台后那个做咖啡的胖子频频偷瞄两人，神色诡异。他悄悄在咖啡中加入了迷药，眼中闪烁着贪婪与欲望。当两人深情拥吻之际，胖子舔了舔下药的手指，狞笑着将热气腾腾的咖啡端了过去。就在他们准备饮用的瞬间，身后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低吼，一名女人像疯了一样，拼命用手指向他们的咖啡，眼神中满是惊恐与警告。两人顿时警觉起来，还未等他们反应过来，胖子已怒气冲冲地抄起一把霰弹枪冲了出来。但丈夫杰克也不是好惹的，他迅速拔出腰间的手枪，与胖子形成对峙。见对方没喝下咖啡，又见杰克持枪镇定，胖子不敢轻举妄动，只得悻悻放下武器。杰克立刻意识到此地凶险，低声让女友安妮去外面发动汽车。趁胖子愣神之际，杰克夺过他的霰弹枪，迅速跳上车，一脚油门踩下，两人终于逃离了这个地狱般的旅馆。然而，旅馆后院的老大，一个英质的老者早已听到动静，他看着车子远去，非但不慌，反而拿出大哥大，冷静地呼叫埋伏在前方的小弟：“他们在往你那边去了，准备收网。”果然，没过多久，一辆警车从前方驶来，拦住了杰克的去路。两人不明就里，以为是例行检查，便靠边停车。可下一秒，杰克就被歹徒的女人从背后偷袭，当场昏迷。安妮察觉不妙，转身想逃，却已来不及。转瞬间，她也被对方用电击棒击晕。殊不知，这一切都被藏在车后座的金发女孩目睹了。她也是昨晚的住客，早已察觉旅馆不对劲，便趁夜偷偷躲进杰克的车中，一路跟随。眼看两人被制服，她毫不犹豫推开车门逃命。歹徒发现后举枪射击，幸运的是，子弹只击中了他身边的大狗。金发女孩很快被追回，连同杰克和安妮一起被迷晕后押回旅馆。杰克被丢进一个光滑陡峭的深坑，无处攀爬，只能等死。安妮则被胖子扛到地下室，放在一张冰冷的金属桌上。胖子虽垂涎她的美貌，却不敢妄动，因为老大早已放话，这个女人归他所有。强忍欲望，胖子将安妮关进铁笼。不久，老大驱车抵达，他的女儿早已在门口等候，得意地汇报自己的战果。老大满意地亲吻了女儿，以示嘉奖。这一幕却被女婿女儿的丈夫远远看见，他心中愤懑，却因懦弱不敢反抗。随后，女儿来到地下室，对安妮施以高压水枪肆意折磨。安妮蜷缩在角落，痛苦求饶。与此同时，深坑中的杰克苏醒，多次尝试攀爬无果，濒临绝望。老大来到坑边，冷笑着对杰克说：“要么臣服于我，要么变成干尸。安妮已经答应嫁给我了，你最好想清楚。”回到地下室，老大对安妮坦言，他并不想伤害她，只求与她生下孩子。安妮苦苦哀求：“我有男朋友了，求你放我们走。”老大给出最后通牒：“给你2天时间考虑。”说完便驾车离开。然而，他前脚刚走，女婿竟突然从背后勒死了自己的妻子。多年积怨与屈辱，让他终于忍无可忍。这一幕恰巧被躲在车里的金发女孩看见，但出乎意料的是，女婿并未灭口，反而打开车门，低声说：“快跑！”仿佛在那一刻，他找回了仅存的人性。次日清晨，女婿来到深坑边，未等杰克反应，他竟纵身跳下，随即上吊自尽。杰克灵机一动，利用尸体垫脚，终于爬出深坑。与此同时，地下室中，胖子正啃着鸡腿，得意地打量铁笼里的安妮。安妮忽然瞥见地上一根生锈的钉子，迅速藏入手中。她强作镇定，用美色引诱胖子：“只要你放我出来，我什么都答应你，而且绝不告诉老大。”欲望战胜了理智，胖子颤抖着打开牢门。可门刚开，安妮猛地将钉子狠狠刺进他的眼睛，胖子惨叫倒地，彻底丧失反抗能力。听到动静的杰克循声赶来，抄起地上的木棍，一击将其毙命。就在此时，
那名疯癫的女人拨通了老大的电话，听到电话那头的惨叫，老大立即调转车头，火速赶回。杰克与安妮不敢耽搁，迅速逃出旅馆，驾车狂奔。他们以为终于重获自由，却没想到老大竟超近道提前堵在前方，张开双臂，试图以肉身逼停汽车。杰克没有丝毫犹豫，猛踩油门，车子呼啸而过，老大当场毙命。最终，两人平安回到城市，重拾平静生活。故事就此落幕。